慕云奇，你再敢靠近一步，我就立马杀了他！将军，若此刻不攻城，怕是就没机会了。他们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流萤姑娘，我也不能不管。你笑什么？给我老实点儿！当然是觉得你可笑。穆将军，不要再犹豫了，此时不攻更待何时？还记得你我之间的约定吗？如今战乱四起，民不聊生，将军保家卫国，承担着拯救黎民百姓的重任，所以流萤不图什么，只希望将军能不负众望，大胜而归。穆某定不负姑娘所托。流萤虽惜命，但若能为黎民苍生而死，也值了。穆将军，你一定会赢的，对吗？将军，不能再等了！众将听令，给我攻！谢谢你，流萤。将军当真要去采那千年寒冰？可您旧伤未愈，雪山艰险，此去一遭，将军怕是会遇到风险啊。况且末将也可以代替将军去，您又何必？我意已决，这事只能由我亲自来做，就算搭上我的性命也无妨。毕竟我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他想着取胜后便去找你报恩，却害你丢了性命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全你的尸身，待你魂归故里。不能放弃，绝不能！这么晚了，将军怎么还没回来？将军，快将这冰魄放进流萤姑娘的灵柩里。可是您……我没事，你快去。好。我就算为你做了一件事。不要乱动。可是姑娘救了我。公子伤势严重，若不经躺休养，恐怕会导致伤口裂开，到时候就更难恢复了。抱歉，我只是想向姑娘道谢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我尽的只是绵薄之力，与公子所做的相比，微不足道。姑娘可是认得我？公子的身上不仅有未愈合的伤口，还有久经沙场留下来的旧痕，不难看出公子是行军之人。南下罔顾于我朝的盟约，多次来犯，正值我朝即将大胜之际，更是勾结外邦，对黎朝四处夹击。如今我朝将领穆将军因遭敌军暗算，生死不明，军队一时萎靡，百姓惶恐不安。所以要想打赢这场仗，只能靠你了，穆将军。承蒙流萤姑娘多日照料，穆某感激不尽。若我能大胜而归，定当报答姑娘救命之恩。将军言重了，流萤就在此等候将军的好消息。珍重。将军可还有事？穆某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流萤姑娘可否答应？将军请说。我从未见过姑娘的真容，可否？可以。岁月风沙风丝丝明难思绪，浮生不不为缘，百花已注定。流萤虽惜命，但若能为黎民苍生而死，也值了。不要！将军，您终于醒了。我这是睡了几天？3天，整整3天呢！您本来就伤势严重，又感染了风寒，大夫说您要是再醒不过来，恐怕……还好老天爷开眼，您不知道这几天我有多担心，让你费心了。对了，流萤姑娘的尸身可是保住了？保住了。您还别说，这千年冰魄果真有效。那就好，明天安排回京吧。明天？您的身子还虚弱着呢，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急？没时间了，总得让她过头七吧。我可怜小姐，好吵啊！我这是在哪儿啊？那个，打扰一下，请问这里是哪儿啊？诈尸了！小姐诈尸了！清河，大夫，小女的情况如何？大夫，太神奇了，真是太神奇了！老夫行医数10年，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。那小女……夫人不必忧虑，令千金的身体并无大碍，而且还很健康。之前小姐的身躯羸弱，如今像是脱胎换骨了般，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呀！这真是太好了，
可他为何不记得我们了？小姐经历死亡而后生，难免会留下一些病症，更何况小姐能恢复如今这个样子，实属不易。剩下的就是好好休养，说不定小姐哪天就能想起来了。说的也对。小姐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你以前最喜欢来这儿了，还特别喜欢吃街头前面的那家桂花酥呢。是吗？那你能讲讲我以前还喜欢什么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小姐还喜欢云间坊的丝绸，翠云阁的胭脂。不过，小姐最喜欢的是姑爷。姑爷？对呀，姑爷可是这世间最好的男儿。哇，是穆将军回家的队伍。得亏了穆将军才打出了这场胜仗。是你说的对，小姐，快看，是姑爷。可他日后怎么抬着一具棺材？你说白月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？那里面躺着的是我吗？什么？你要同我家清河退婚？是你这样做置我家清河于何地？简直不把我江家放在眼里。江大人息怒，穆某知道这样做会让江家为难，也知道退婚带来的后果，所以穆某向您保证，这事儿绝不会对江家和江姑娘造成影响，所有责任由穆某一人承担。哼，就算你有万全之策，但悠悠众口，你确定都能堵得住吗？穆某会尽力而为，也会将自己的产业尽数赔给江家作为补偿。当老夫稀罕吗？老夫再问你一遍，这婚你可是执意要退？是，穆某不开玩笑。好得很。老爷，你干什么？云奇啊，这好端端的，为何突然要同清河退婚呀？何况现在清河的身子已同正常人无异，不会拖累你的。还望江大人和江夫人海涵同意退婚。混账！你爹爹息怒。清河，你怎么来了？爹爹莫生气，容易伤身。我想这是应由我同穆将军亲自来谈。你先说。听闻将军此番战役大胜，清河还未来得及恭喜将军。谢谢。听江夫人说你的身体已经好了。将军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不瞒江姑娘，穆某此次前来是想与你退婚的。婚姻大事并非儿戏，将军既想与我退婚，好歹给清河一个被说服的理由。世人都知道我打了胜仗，却不知这胜利的背后得益于一位姑娘的捐躯。那姑娘是？那姑娘与我素昧平生，救了我的命，却因我遭了算计，沦为敌军的人质而丧了命。穆某还未来得及报恩，却害她丢了性命。说到底是穆某欠她的。可这又与你我的婚事何干？她孑然一身，在这世上没什么亲人，按我朝律例，只能将她葬于无名的荒坟之地，不可见冢，也不可立碑，而世俗的淡漠也不会留下她的名字。穆某心知有愧，说能让她进我穆家门。所以穆将军是想娶一个死人为妻？还望江姑娘理解，能同穆某退婚。我可以理解将军，但我不同意退婚。那姑娘为大义而死，又于将军有救命之恩，将军想为她做这些也是情理之中。可承她恩情的毕竟是将军，而非江家，所以江家没有义务，更没有理由去支持将军的决定。且不说这退婚会影响到江穆两家的关系，更何况人言可畏，清河一旦与您退婚，只怕会遭世人诟病。我已经想好了对策，江姑娘不必担心自己及江府的名声受损。难道将军是想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的身上吗？可惜这世间本来就存在偏见与桎梏，就算将军对外声称是自己的过错，恐怕也难堵住悠悠众口。他们只会觉得将军负心，清河被弃，更会耻下我都比不过一个死人。就连那死去的姑娘，也可能遭受非议而不得安宁。哼，说的也是，可我好像没有什么能为你做的了，终究是欠你，对不起。更深露重，小姐为何还不入睡？是否还在想着白天退婚的事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世间为何会有这么纯粹的人？纯粹的太过美好。小姐说的是穆将军吗？走吧，我也乏了，想睡了。好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将军还不过来掀我的盖头吗？将军可是不愿意？没有。那这合卺酒，我去拿。
你我虽成夫妻，但你不愿之事我不会勉强，所以将军是打算出去睡吗？今晚就算了，新婚之夜恐会遭人非议，我打地铺就行。可只有一床被褥。你用便好，我在外征战多年，早已习惯。那清河也不勉强将军，都累了一天了，休息吧。相思何处可寄，笛声夜风苍哑。宋军，他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印象中的他总是很羞涩，不爱说话，不如现在这般鲜活。大概是我多虑了，都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人总是会变的。情绪难言，害怕，偏偏还故作豁达。我早已经丢盔卸甲，只想生生世真是个死心。在你的耳畔悄悄说情话。小姐，你醒了？将军呢？啊，将军去练兵了，他特意嘱咐我让您多睡一会儿呢。哦，这样啊。没想到将军如此体恤您，想必昨晚小姐一定很辛苦啊。还行吧。您别害羞，我懂的。怎么会这么干净？难道小姐昨晚与将军？是不是将军还在惦记那位姑娘？没有，是我的问题。为什么呀？你也知道我失忆了，他与我而言就如陌生人一般，很难亲近。也是，小姐之前与将军的交集就不多，更何况是现在。那我之前同他的关系如何？将军很少来咱们府上的，他一直驻守边疆，回来的次数嫌少。小姐一年才能见上将军一面，有时候隔着好几年才能见到。不过每次小姐都不敢同将军打照面，都是带着奴婢偷偷的去瞧呢。那我之前喜欢他吗？喜欢呀，可小姐总是担心自己的兵器会拖累将军，觉得配不上将军。不过现在小姐已经好了，也就不用顾虑啦。原来是这样，只可惜我不是真正的江清河。小姐，你的手也太巧了吧，做的山药糕筋如此美味。你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，喜欢就多吃点。谢谢小姐。将军，我看见你们这边挺热闹的，就没有过来打扰。是我做了一些山药糕，将军要尝一尝吗？这是你亲手做的？闲来无事就做了一些打发时间，将军觉得如何？挺好吃的，没想到你竟还有这般手艺。以前跟府上的嬷嬷学的，山药养胃，也可治疲劳。若将军觉得好吃，以后清河可以为你多做些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只是什么？哦，没有，突然想起来还有些公务未做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将军慢走。小姐何时学的山药糕呀？而且咱们府上的嬷嬷从没有做过这个呀。是嫁进将军府之前，府里的嬷嬷教我的。你也知道我身体不好，嬷嬷担心我不适应这里，就教了我些调养身体的膳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好啦，快吃你的吧，下次再给你做别的吃。好嘞，小姐你真好。大概是我想多了吧。为何会准备这么多的衣服？今日是皇宫1年1度的桃花宴会，皇上特意邀请将军和您去参加呢。原来是这样，可这些衣服颜色也太过鲜艳了，我不是很喜欢啊。可这些都是小姐您最喜欢的颜色呀。小姐说过，鲜艳的颜色会衬得您更加好看，更加鲜活。那都是以前了，如今我已嫁入将军府，应该随着将军。将军一向简朴，若我穿得如此靓丽，定会遭他人非议，怕是会折了将军的脸面。还是素净些好。那好吧，我再去给小姐找一件来。将军，在将军府住的还习惯吗？挺好的。其实你不必压抑自己的喜好，将军府没有那么多规矩。将军可是听见我刚才的话了？恰巧听到一些。将军多虑了，清河没有压抑自己，只不过人是会变的，以前喜欢的未必现在也喜欢。相遇眷恋海洋，相逢眷恋远方，我眷恋你眸中温柔的光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吻过就无恙。将军，皇上有请，请跟奴才走。将军快去吧，可别让皇上等急了。那你……将军不用担心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那你待在这里等我，我完事了就马上过来。哟，我当是谁站在这儿呢？原来是江家大小姐呀！你是？哟，装不认识呢。有的人呢，以为攀上了穆将军就显得高贵了呢。可我怎么听说将军是被逼着才娶妻的呢？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吧？前面的这位江家大小姐就是你们口中的将军夫人呢。穆将军本来是打算与她退婚的，可人家江小姐不愿意，穆将军也实属无奈呢。唉，
穆将军好可怜呐，立下赫赫战功，还是被逼着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。你笑什么？仙河觉得好笑，竟不知将军娶我会如此难为情。难道我们说错了吗？你一个病秧子，带着穆将军还有理啦？若非你江家仗着那点恩情，不然你江清河一辈子与穆将军都扯不上关系。可偏偏我就是与他扯上了关系，还嫁给了他呢。婉姐姐，别生气呀。有些人呢，就算做了将军夫人又能怎样？还不是连个死人也争不过，得不到将军的半分宠爱。哼，说不定咱这将军夫人每晚都在独守空房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呢。你笑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小姐此言差矣，我与将军琴瑟和鸣，并非如小姐所言那般。倒是小姐竟如此奔放，喜欢去探究夫妻晚上所行之事，未免有些寡廉鲜耻。你骂谁不要脸呢？你想干什么？穆哥哥，我……陆小姐是想对我的夫人动手吗？不是，是他先激怒我的。默默不想，若有下次，我定不会放过你。我们走吧。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没有，刚好被将军拦下来了。抱歉，我没想到会让你遇到这样的事。将军不必放在心上，只是……你想问什么便问吧。将军与那位小姐可是很熟？我与她一同长大，也算青梅竹马。若非将军府没落，祖父可能会让我同陆家结亲。倒是我阻碍了将军的姻缘，难怪那陆家小姐会发这么大的脾气。这不能怪你，毕竟谁也无法料到以后。那将军喜欢她吗？那将军喜欢她吗？将军不好了！发生了何事？如此慌张？是景夫将不妨直说，不必在意我。流萤姑娘的坟冢被人盗了。什么？真没想到，我连死了都不能得到安生。小姐是在等将军吗？不知这雨还要下多久？看这个样子，应该还要再下一会儿吧？是吗？那他的伤，你下去煮些姜茶吧，等将军回来的时候，也能给他去去寒气。好的，小姐。夫人，不是去看下坟冢吗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快带将军到屋子里去，他身上还有旧伤，淋了雨水会容易感染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把将军交给我吧，我扶他进屋子里去。你快去找个大夫，要是感染了风寒就不好了。是夫人。慢点。大夫，将军的情况如何？有些不太妙啊！将军本就有旧疾，如今又淋了雨，感染了风寒，若是高烧一直不退，恐会有危险。那该怎么做？将军现在这个样子，也难以入药。待老夫施针之后，还需夫人不断给将军降温。只是……大夫不妨直说。夜里寒凉，将军势必会觉得寒冷，但降温又需再热。夫人能明白老夫的意思吗？慕云奇，你一定要挺过去啊！好冷，别怕，我来救你。好温暖。慕云奇。总算是不烫了，可他这耳朵为何还是这么红？锦瑜，你说人为何会突然变化很大？变化很大，应该是遭遇到了变故吧。但人的性子难改，习惯使然，再变也不会和之前相差很大吧？不一样的。我所说的变化，就好似人看起来虽是一样的，但除了面貌没变，其他的就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。嗨，那不就是被夺舍了吗？躯体是之前的，灵魂却是另一个人的。夺舍？灵魂？哎，将军所说之人是谁啊？只是前些天去茶楼听了些话本子，觉得好奇就随便问问。原来是这样。是打扰到你们了吗？没有。那属下就先告退了。趁药还热着，将军先喝了吧。好。想象你寄云云之间，谁能记得我的愿？青丝会。我只是看见将军嘴边有东西，就想着擦擦。谢谢。那我就不打扰将军了，先回去了。刘莹，将军是在叫我的名字吗？你是刘莹，对吗？你是刘莹，对吗？将军何出此言？本来我也不愿相信，可
或许是从那块杀药膏说起，又或许是你喜欢起了苏静的衣裙，你的种种举动不似以前的江清河，这些也只是短暂的引起我的怀疑。而真正让我意外的是，你竟然知道我有旧伤，而且知道那些伤处的具体位置。这世间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，除非是那个为我亲自处理过伤口的人。可那人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都没说是谁，你怎会笃定他已经死了？原来将军也会相信这种鬼诞之事。将军猜的没错，我的确是刘盈。那你为何不告诉我？借尸还魂本来就荒谬，再加上将军对我本就心有愧疚，我又怎能去坦然接受？刘盈已死，却得以依附江姑娘的躯体而生，这对她不公平。你是否怨恨过我？若非是我，你也不会丢了性命。没有怨恨的道理，一切都只是阴差阳错而已。将军又何必愧疚于此？到底是我狭隘了，当初你能坦然赴死，又怎会心存怨恨？可我想，你从那么高的城墙上跳下去，一定很疼吧？不疼。骗人，你都哭了。今日之事，我与将军心知肚明便好，将军应该懂的。我知道。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你在躲我？将军说笑了，我哪有啊？没有躲着我，那你见我就准备跑？没有，我只是突然想到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。有事情没做完？那你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要去做什么？如今你已经知道我不是真正的江清河，我又怎能毫无顾忌的去站在你身边？那你来说。现在的将军好可怕呀！奴婢突然想起自己还有活没做完，就先告退了。刘盈，我不明白，明明我们之间已经说开了，明明你知道我多想让你活着，可是你为什么要一直躲着我？你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是刘盈的那一刻有多开心。是因为将军对我有愧疚吗？我承认，一开始确实是这样的，可后来不只是因为愧疚，那还因为什么？因为心悦于你。你是因为江清河的身份才疏远我的吗？其实不难猜的，自从你承认自己是刘盈后，总是对我避之不及。所以你……江清河不是江家的女儿，你才是。什么？18年前，江夫人身边的嬷嬷将刚出生的江家小姐偷走，不知所踪。江夫人为此伤心欲绝，一病不起。江大人不忍，正巧碰到一妇人丢弃了襁褓中的女婴，便将她收养回家，对江夫人谎称是自己的女儿找回来了。那嬷嬷为何会偷走江夫人的孩子？那嬷嬷的儿子借着江家的噱头到处惹事，还轻薄了一名女子。之后这女子报了官，江大人才知道他儿子竟做了如此多错事。嬷嬷希望江大人能顾及情分，对他儿子网开一面，但江大人刚正不阿，没有求情，嬷嬷也因此怀恨在心，也就做下如此恶事。当时我为了偿还恩情，便到处打听你是否还有其他亲人健在，正巧也查到了此事。我当初要与江家退婚，的确是想要为你立一座坟冢，但更多是因为你才是真正与我有婚约的人。不过那时你说的挺有道理的，我害怕那些流言蜚语让你死后不得安宁，也就没再坚持，所幸让我找到了你。所以我不是没有亲人疼的，对吗？对，而且你还有我。那陆小姐呢？从未喜欢我，只钟情你一人。我叫刘盈，但这不是我的本名。从记事起，我的父母就待我不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为什么这世上会有不爱自己小孩的父母？他们只是一只阿奴的幻梦，逼迫我干活，食不果腹。我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可以哭，可以闹，我却从未感受过温暖。直到我遇到了一个人。快抓住他！哼，怎么不继续跑啊？小贱人，老子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，看你还敢不敢再跑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敢行如此之事？他大爷的，竟敢打老子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名字。那我给你起个名字如何？什么？
此番景象甚美，就叫流萤如何？好，他赐我流萤，这次也好，我就一直在他身后偷偷跟着他。他送给我，可是不记得我了，也不记得他曾经给一位姑娘起过名字。